我是娜美，欢迎来到娜美教室。今天带你认识一位改变历史的奇女子。万历2年正月初2，四川中州城西的明玉溪畔，一声婴儿的啼哭话破了冬日的宁静。这个女孩被取名梁玉，字真素。没有人会想到，300年后的史书会用整整1卷的篇幅记下她波澜壮阔的一生。中州秦家在当地是个读书人家，秦梁玉的父亲秦桧是各岁贡生，喜好读书，尤其钻研兵法。他看着2个儿子，语气沉重地说：“天下将有事了，你们若能拿起武器保卫家国，才算得上是我的儿子。”转头他又对年幼的梁玉说：“你虽然是个女孩，也应该学习兵法，免得日后成为流寇手下的鱼肉。”这句话在旁人耳里或许只是乱世中一句寻常的担忧，却在这个女孩心里种下了一颗完全不寻常的种子。秦桧说做就做，他亲自教导3个孩子读经史，也传授其射羽行军布阵之术。梁玉跟着兄长秦邦平与弟弟秦民平一同练习骑马射箭，3个孩子比他学得最快也最精。秦桧进一步传授他兵法韬略，没想到梁玉竟比2个兄弟都更通晓其中精妙之处。秦桧忍不住感叹：可惜梁玉生来不是男子，否则你的2个兄弟恐怕都比不上你。梁玉听了并不气馁，反而朗声答道：若是让我掌握兵权，率军出入万军之中，从前那些夫人守城、娘子军的故事又算得了什么？这句话从一个10几岁的女孩口中说出来，让秦桧又惊又喜，从此对她更加另眼相看。现在让我们继续看接下来的故事。梁玉渐渐长大，出落得仪态端庄，又通晓诗文词汉，在中州一带颇有名声。当地曾有个纨绔子弟看上了他，却被他毫不留情地拒绝。后来那人怀恨在心，还曾借故将他关入大牢，幸好不久后便沉冤的雪。经过这场风波，秦桧索性在家中办了一场比武招亲，让真正有本事的人来迎娶女儿。万历23年，石柱土司之子马迁成亲自前来应试，他的身手与见识都让秦桧满意，这场婚事终于敲定。迎亲那天，石柱宣府司门前唢呐齐鸣，锣鼓震天。没有人知道，轿子里这位仪态娴雅的新娘，将在未来的明末乱世里写下一个家族保境卫国的传奇。嫁入石柱之后，梁玉很快发现这片土地需要一支真正能打仗的军队。她协助丈夫整顿土政，农闲时便与马迁成一起训练士兵。她仔细观察当地的山形地势，让士兵使用坚实的白蜡木制成长矛，矛头装上钩子，矛尾系上铁环。这样的设计看似简单，却暗藏玄机。作战时，士兵可以用矛上的钩环相互勾连，瞬间搭成可供攀爬的绳索，让部队在悬崖峭壁间如履平地。这支部队因此被称为白干兵，军纪严明，训练扎实，成为公认的精锐。梁玉甚至还训练了一支由500名妇女组成的亲兵队伍，白干兵的名声很快便传遍了四川境内。我们继续往下看。万历27年，四川播州土司杨应龙起兵叛乱，朝廷派遣总督李化龙统领大军征讨。马迁成奉命领军3000参战，而梁玉并未只是留守后方，他另外自统500精兵，自备粮草马匹，随军出征。次年正月初2，正是梁玉自己的生辰，明军将士在营中摆起酒席庆祝新春，气氛松懈，叛军却趁着这个时机悄悄逼近，准备发动突袭。幸好梁玉早有防备，他下令白干兵严禁饮酒，持矛披甲，连夜分守各处险要关口。
当叛军真的发动突袭时，迎接他们的不是疏于防范的醉酒军队，而是早已严阵以待的白干兵。接下来还有更多精彩内容。这一战打得叛军措手不及，梁玉与丈夫乘胜追击，连续攻破7处营寨，协助友军攻取桑木关等险要关卡，最终迫使杨应龙兵败自尽，播州之乱就此平息。论功行赏时，梁玉夫妇的部队被评定为南川一路战功第一。主持战事的总督李化龙特地命人打造一面银牌，送给当时年仅26岁的梁玉，上面刻着4个大字“女中丈夫”。从明玉溪畔那个被父亲教导兵法的女孩，到播州战场上赢得银牌的女将，梁玉用短短20多年的时间，完成了一个寻常女子几乎不可能走完的路。最后，我们来看这段故事的结尾。播州之役为梁玉与马千成赢得了极高的声望，然而功名背后却潜藏着危机。当时朝廷派遣太监到各地充任税使，马千成因为开矿事务的争议，得罪了京城派来的太监邱成云。这名太监挟私报复，设法罗织罪名，将马千成卷入官司，最终马千成在狱中含冤病逝。梁玉没有太多时间沉浸在悲伤里，儿子马祥林年纪尚小，石柱宣抚使这个职位不能一日空悬。按照惯例，朝廷最终下令让梁玉正式承袭丈夫的官职，成为石柱宣抚使。她擦前眼泪，继续训练白干兵，管理石柱的民政与军务。然而，此时遥远的东北边疆，一场足以动摇大明江山的战事正在悄悄酝酿。梁玉与他的白干兵即将被推向一个更加波澜壮阔，也更加悲壮惨烈的历史舞台。喜欢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下集见，拜拜。